然后今天的主要的一个策略呢，一个是苹果啊汉跌买6月18日的 put 策略，或者说熊市价差策略。这个6月18日的 put 呢，我已经挂单了啊，我一定要跟大家说清楚啊，这个价差策略是最近最适合的策略，我可以这么讲啊，熊市价差策略是最近最适合的策略。如果你犹豫不决，你不知道做什么策略的话，你找任何一个我们的这个自选里面的啊，就是本周选出来的这些股票里面，本周选出来的股票有哪些呢？我给大家看一下啊，就是美股每周关注啊，比如说像苹果，它现在开盘是红的，那我们就找它去做它的熊市价差，大概率是可以赚的啊，大概率是可以赚，而且可以用比较重的仓位，就是你可以用50%的仓位啊，都没有问题的，就用熊市价差策略做苹果的这个熊市价差啊。然后今天的策略的话，我们就看到我们的先看我们的处理啊，账户的处理怎么处理啊？先的话，我们是做了一个苹果的一个挂单啊，苹果的挂单给大家看一下，挂了10张啊，10张8块7买1张，8块5买2张，8块买3张，7块5买4张。为什么挂8块7啊？给大家看一下，是因为它昨天的日内均价是 8.66 啊，是因为这个300的 put 啊，6月18日的300的 put 的，昨天的日内均价是 8.66， 所以我就保证啊，想保证它能够成交，就是用那个8块7买1张先啊。这个策略呢，也是跟大家今天咱们分享的啊，就是在26年2季度创出历史新高的标的，这些标的中的90%在后续行情中都有比较大的下跌空间，相对最高价至少会跌到20%，但是不可能每个标的都去做空，这样持仓太多不利于管理和重点关注那些出现周 K 线、日线顶部结构的标的，一旦出现较可靠的顶部信号，再进场做空，胜率和收益率都会比较高啊，比广撒网做空策略效果要好得多。你比如说像苹果啊，它在上周才出现了一个顶部结构，然后再加上日线在6月8日又出现了顶部结构，所以这两个一结合啊，然后再加上我对这个盘面的一个理解，所以说6月9号我就妥妥的我就去挂了很多的单。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挂单的心路历程啊。当时因为比较忙，没有发在这个群里面啊，但是呢，我是在盘前就跟大家讲了这个策略的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我在盘前就跟大家分享了这个苹果的这个策略的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时间是多少，时间是21:32，但是呢，我截图的时候是在开盘前，当时还没有价格出来啊，当时苹果的这个就是6月9日的这个交易还没有出现，对吧？大家可以看一下，为什么说这个信号非常强？它的日线出现了顶部结构，日线这个价格是历史最高，然后放量，对吧？然后对应的这根 K 线是下跌的，是不是也是一个完美的顶部结构？然后再对应的周线也是一个顶部结构啊，所以说我当时就果断的去做了它的空单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当时的挂单情况是什么样的啊？挂单情况。有一个历史成交吧，我记得历史成交，历史成交在哪里看啊？在这里吗？持仓订单历史啊，在这里。我们看一下6月9日开盘前我的挂单啊，其实这几天的挂单都还比较多。6月9日的啊，开盘前我开盘前。和盘中的10分钟应该都只在做苹果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盘前6月9日啊，6月9日大家看到6月9日我在18点10分我就挂了苹果的空单310的6月18日到期的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挂的单是什么呢？10块、9块、8块，然后一开盘的时候这个苹果就开始下跌了，我感觉当时挂这个单可能成交不了。所以说我在这个地方我就立马去改了啊，去改了这个苹果的单啊，11块9毛5买了10张，21.33成交的，然后12块买了10张
13块也买了10张，12块6毛也买了10张，11块2毛9也买了10张，啊，就是我的成本价大概就12块钱左右啊，就买了50张，然后后面还撤掉了哪些呢？就是这个挂11块钱买的这10张，包括7月17号挂的14块买的20张啊，这14块买的20张没成交，我觉得如果是实盘的话是肯定能成交的，但是模拟盘呢有时候就还是跟实盘有点缺了一点啊，就没有成交。如果成交的话，收益应该会更高，因为这个7月17日的310的 put， 它今天的涨幅会更高，我们看一下啊。7月17日的310的 put 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对不对？我挂了14块钱买的，它现在都已经多少钱呢？它现在都已经今天最高23块，昨天最高23块3毛8，然后昨天的最低是13块5毛5，所以我为什么说我如果是实盘的话绝对成交的呢？就这个原因啊，所以也达到了14块买进，赚了7块钱一张嘛，就50%以上啊，能赚50%以上。